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 我现在人来到了清景泽，这里呢在夏天是日本人非常知名的避暑胜地，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又会化身成另外一种样貌，会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这里赏红叶。所以这支影片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红叶时期的清景泽到底有多漂亮。那这支影片除了会带大家去搭清景泽唯一一台观光列车 Rokumon 以外，还会推荐几个赏红叶景点。第一站呢，就是要先来搭 Rokumon 观光列车。我这一次是去程跟回程2趟都有搭。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是要搭 Rokumon 的话，你搭到 JR 清景泽车站之后，你要改去信浓铁道的清景泽车站，它的是走另外一个通道。这个车站它以前是旧清景泽车站，那在新干线开通的时候就一度有被拆掉，后来又改建成现在的模样。不过它是有保留住它优雅复古的感觉。你可以在1楼的休息室等车。那如果你是订比较贵一点的和食跟洋食方案的话，它2楼还有一个休息室，它那个休息室是以前的旧贵宾室所改造而成的。那里面有非常多水户刚睿治所设计的家具，在你发车前跟你抵达清景泽之后，都可以去那个地方喝茶休息。如果你是订不含餐的方案，是不能够进去那个休息室的，这个要特别注意。どう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ではこちらが1号車の乗車口となります。1号車のお客様は乗車券と座席番号この2点を拝見いたします。ご用意ください。我现在已经上来 Rokumon 观光列车上了。那在发车之前，乘务人员会吹法螺贝，这个是象征以前武士们要出阵，那就代表 Rokumon 要正式发车了。那我们来谈谈这一台列车的设计。你可以发现它的车身整个是采用深红色，这个其实是取自于真田家他们的赤背盔甲的颜色。Rokumon 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真田家的家纹之一。真田家家纹其实有3个，除了6文钱以外，一个是结燕金，另外一个是周兵纹。那这3个家纹呢，你在车子不管是外观或者是内装，你都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它们的存在。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周兵纹，因为它就很像倒过来的米奇的符号。那这台车同样是水户刚睿治老师打造的，总共有3节车厢。特别的是每一节车厢所使用的木头也都不一样，不过通通都是采自于长野县的木材。1号车的木材是采用落叶松，那它同时也是家庭车厢，因为它有特别设置给儿童玩的木池、儿童游戏区，而且它旁边还有摆着童书，那你是要脱鞋子才可以上去。1号车还有蛮好的是，假如说你不想要订贵贵的套餐，你只是想要纯粹搭这一台列车的话，那你就可以订指定席方案。大人的话就是加购1020元，小孩就是加购510日元，就可以搭乘这一辆列车。再来2号车，它是使用杉木。2号车的座位是全部都是面向窗景的座位，比1号车有加上了一些隔板，会更有隐私空间感。它也有提供非常多的1人座位，也全部都是面窗的，所以如果你是1人搭乘的话，也完全可以坐这一辆列车。最后3号车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包厢座位，它是使用的高级快木座位，全部都是包厢座位，一间一间都有自己的独立的日式拉门，你们一拉上就是专属于自己的包厢空间，你可以非常奢华的边用餐边独享这一片美丽的风景。看看我眼前这边全部的餐点都已经上齐了。那这一次我搭这辆列车其实是来回班次都有搭乘，我去程的话是搭指定席方案，不含这个套餐餐点的。虽然不附餐，但是你可以自己买东西上车吃，或者是你也可以订他们1500日元的 Rokumon 的特制便当。那假如说你是想要订套餐方案的话，去程是洋食方案，回程就是和食方案。你一上车之后就会先给你一杯迎宾饮品，再来呢这个套餐方案还有免费附一个饮品，你可以选择日本酒、葡萄酒或者是无酒精饮料。我就选择了苹果汁、长野的水果是
是非常的有名的。然后它的料理呢，提供白饭，还有味噌汤、茶碗蒸，还有水果沙拉，很多小菜食材选用的全部都是取自长野县以外呢，从它颜色的分配，一道一道都非常的精致。我觉得整个流程就像是你在吃高级会席料理一样，服务生会不断的上前来上菜以外啦，还会问你要不要帮你拍照，会是一间一间独立去服务，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一样的价格订3号车厢就对了。然后我现在来到他们的1号车厢，要来逛他们有哪些周边商品可以买。看到他这边有卖蛮多的徽章，有包含车身，还有车头形状的，还有推出这个周边纹，这个根本就是倒过来的米奇。我还想要买它的马克杯，有这种汤杯造型的。我想要买的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深红色蛮好看，然后加上它这个结燕京的香精的 logo， 整个就是蛮贵气大方。他们也有推出很经典的明信片，还有一个结合长野县特色的七味粉 Rokumo 限定包装，因为七味粉是来长野一定要买的伴手礼之一。OK， 我决定要买什么了。那坐观光列车的其中一个乐趣，除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以外，中间会停靠好几个车站，而这些停靠点都有小亮点，像是在经过信浓追分车站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整面很壮观的浅间山景。浅间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活火山，如果你想要选好的拍照位置的话，往长野的方向就是坐靠右的位置，那如果是往轻井泽的方向，就是选靠左边的位置。再来核实方案会停靠小猪车站，一出站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庭园，你可以去散步以外，如果你是订套餐方案，乘务人员还会给你一张兑换券，那你可以拿着那个兑换券去指定的店家换一杯葡萄汁或者是一份小点心。那我选择的呢是换了一杯葡萄汁，因为长野县的葡萄很有名，那个葡萄汁真的是超级好喝，很想要直接买一罐下来。那不管是去程跟回程都会停靠上田车站，因为这个车站非常的重要，是战国时代真田家的发源地，所以停靠这一站的时候，你可以下车拿着纪念看板跟 Rokumo 一起拍纪念照。再来停靠的时间还会有一个小摊贩是专门卖米斯之阿美这个复古的果汁果冻，是只有停靠在上田车站的时候才可以买得到的点心。而且不止这样，从上田车站出发之后，你还可以从车内远远的望上田城。然后是户仓车站，经过这一站的时候，乘务人员会贩售6文钱的温泉馒头，这个是当地做的手工馒头，包装也是 Rokumo 限定。最后在经过乌代车站之后，再往终点站长野站前进的过程中，会经过一个铁桥，可以看到千曲川。千曲川呢是日本第1长的河川。吃完正餐之后呢，乘务人员又送来了最后的甜点，最后呢居然还有欧米亚给，里面装的是味噌，这么一大袋的味噌耶，这个量真的是很有诚意耶。这辆列车呢主要有分3种方案，一个呢就是最便宜的方案，你是不含这些套餐餐点，就是纯搭车的话，你只要再加指定席的费用，你就可以乘坐1号车，你可以自己外带便当或者是订他们的特制便当。特制便当的话是发车的5天前要预定。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我这一次也有体验的这个一整个 course， 去程是洋食方案，回程是和食方案。那位置就是可以选2号车厢或者是3号车厢。那还有第3个方案是不定期运行的宜舍夜景方案。那它这个方案是在晚上运行，它会特别停在宜舍车站，大概30分钟左右。它的车内也会有现场演奏，那一样是有含餐点。如果你是海外游客的话，你可以透过 KKday 订购，不过它就只有提供和食跟洋食2种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这2个以外的方案的话，可能还是要直接透过日本官网订购这样。
我下车了，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在车上的时间真的是很忙哎，要吃饭又要下车观光，然后还要买周边商品，真的有够忙。好，回来经营的车站之后，要继续玩轻井泽。今天是在轻井泽的第2天，我昨天晚上是入住星野的 Babyfy 这一间饭店。那之所以会选择这一间饭店，其实是因为大家来轻井泽玩的时候，通常会去2个地区。一个地区呢，就是轻井泽车站附近，像是云场池或者是旧银座通商店街都是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中轻井泽车站附近，那就包括很有名的星野区域、星野饭店跟榆木街小镇。那星野区域其实整个蛮大的，我这一次住的是最平价的 Babyfy 饭店，不管住哪一间饭店都可以在这个街区活动。从这间饭店走到榆木街小镇也非常的近，晚上有烽火还有点灯以外，你还可以走去远一点的蜻蜓之汤泡温泉，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在星野区域的偏北边有一个每年都会办，然后都非常人气的红叶图书馆，它就是会在户外摆出书柜、书架，然后有上百本的图书，书的种类大概都是比较偏自然、旅行、艺术类的。我个人觉得蛮好拍的，因为红叶图书馆它的周围都是红黄叶的树，拍起来还蛮有层次感，还蛮好看的。它的旁边其实就是蜻蜓之汤，你也可以进去泡温泉。然后在蜻蜓之汤的柜台有放一个小小的盒子，是可以让大家自由捐书的。那你捐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红叶图书馆。那再往山里深处走的话，会有一个溜冰场。这个溜冰场在红叶时期，它会设置人工的滑冰的区域，而且这个溜冰场的四周一样是有红叶包围，可以边溜冰边欣赏红叶。就算不溜冰，纯粹欣赏美景，我觉得也很棒。因为它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你可以在这里租借溜冰鞋，或者是点一杯咖啡，然后面向着外面的窗景，度过一个美好的悠闲的下午。我现在在榆木街小镇，这里也是星野区域当中非常知名、已经很热门的小店。榆木街小镇整个就是一个木造的商店街，有很多店进驻，像是咖啡厅、餐厅、杂货店，还有面包店。我觉得它其实规模没有到说很大，一下子就可以逛完。可是这个点有很多户外座位区，加上它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黄叶可以欣赏。拍照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像是有一间泽村面包店，以前很多欧美人士来轻井泽把这里当别墅区，带进了很多欧美文化，其中也包括面包文化，所以轻井泽蛮多有名知名的面包店，其中一间就是泽村面包店。可是因为泽村在东京也有分店，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来这边吃，但有一间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买的，就是和泉屋。因为这一间店它有一个甜点叫 Koro Kurumi， 然后它是真的只有这里才吃得到的口味。我实际买了一个来吃，里面就是有混胡桃、杏仁坚果类，所以口感上是还蛮丰富。然后外面呢有裹了一层薄薄的糖粉，所以吃起来是偏甜的。这一间店其实在长野是老字号了，这个味道是真的只有榆木街小镇才有卖。那最后就是我现在在的店，这一间店呢其实是2025年4月才新开幕，然后你可以单点咖啡，但你也可以点它的可丽饼。我点的是他们的砂糖奶油可丽饼，单吃其实就已经蛮甜的，很有
有味道了。它又会附一个北清景泽做的奶油，而且是冰的，加奶油吃之后就有点咸甜咸甜的，我觉得还不错。那它可丽饼也有提供外带的，所以我也蛮推荐大家，如果有经过也可以买来吃吃看。新野这边有2间不得不提的教堂，一间就是我背后的这一间石之教会，这里是为了纪念曾经在清景泽居住过的一位叫内村健三的思想家而建的。那你可以从它的外观就可以看到，发现它其实跟一般的我们印象中的教会教堂的形状不太一样，它整体是采用石头去堆叠而成的石墙，然后形状是有一点曲线感的，很自然的融入在森林当中的感觉。其实这跟内村健三他本身提倡的理念是有关系的，他本人提倡的是无教会思想，他觉得只要有心，大自然处处都可以是教会。建筑物里面其实是不能够拍照的，不过它后面有一个资料室是可以拍照，里面就展示一些相关资料以外，还包括内村健三当初住在清景泽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桌椅，还有当时的书，非常的值得一来。那还有一间跟它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叫清景泽高原教会，它本身已经有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内村健三本人曾经就在那边开讲过，而且那边不同的季节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冬季的点灯是超级有名的，你必须要事先抽签预约才可以去，每年的规定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自己搜寻。那不管是哪一个教会呢，都是非常多的新人来这边办结婚典礼的地方。像是我今天来两边都有新人，一般正常情况两边都是开放可以让你进去参观的，然后有新人在举办典礼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去参观。如果你一天是拨给中清景泽车站的话，另外一天就来跟大家介绍怎么玩清景泽车站周边。首先，如果你要看红叶的话，清景泽车站最有名最必去的就是云长池。我觉得它面积算大，虽然说它的步道还蛮狭窄的，而且红叶的时候人超多，可是我觉得它的红叶分布蛮密集的，所以算是拍照蛮漂亮的景点。再加上它是所有的红叶景点当中我觉得数一数二好抵达的，虽然你也可以搭巴士过去，可是巴士班次蛮少的，加上你抵达公车站之后你还要走一小段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骑脚踏车，很多人会直接从车站租脚踏车直接骑过去。再来第二个就是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算是数一数二必去的景点，观光气息蛮浓厚，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长野当地的伴手礼，慢慢逛慢慢拍照的话大概也要花上几个小时。清景泽车站附近有2座教堂我想要推荐，一个呢就是萧纪念礼拜堂，听说它是最早的教堂建筑，它其实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萧的传教士，他就是一开始来清景泽的时候非常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他就介绍给他身边其他的朋友知道，后来呢他们的朋友们也都陆续来到清景泽，就导致这边有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兴盛起来之后，就越来越多的教堂建筑。那在清景泽这么多的教堂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只有唯一一个天主教堂就是圣保罗天主教堂，也是曾经出现在蛮多文学作品当中的。它的外观建筑就是木造的三角形，你一走进去就是可以感受到它浓浓的朴实原木的感觉，是很有历史感的。那这些教堂其实在没有结婚典礼举办的时候，一般游客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那这些景点如果你都去完了，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推荐你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微私房景点，就是对滨卡见青台。因为它是位在山上，所以这边的红叶会比其他地方更早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它的景观很厉害，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壮观的山景。再来它还有一个很特别，是因为它位在长野县跟群马县的交界处，所以见青台上面还设有一个看板，可以让你拍纪念照。但是因为这个景点离其他的主要景点还蛮远的，加上巡回巴士的班次也蛮少，所以建议大家是自驾或者是叫计程车会比较方便。
好啦，这一支影片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轻井泽自由行全攻略的影片。我们下一趟旅程见，拜拜。